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22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2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04.99，收盘价是197.37，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09.71。最低价是在197.22，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2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10日均线值，包括前一日 K 线的最低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796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84倍量缩。KD 值开口增大，双线是继续下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MACD 快线即将下穿慢线，并且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可以说是出现了一个微小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多头的趋势开始减弱，也就是说股价出现了回档。好，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2月2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长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出现了横盘的位置，是在相对高档的一个位置。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含上影线的长红 K 线，那它是一根直涨的信号 K 线。我们会看到在2月16日，这也是一根含上影线的长红 K 线，那它也是直涨的 K 线。对，好，那我们回到2月21日的这根 K 线，那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10日均线值，包括前一日 K 线的最低。那出现这样的现象说明股价后续会继续下跌。对，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一个指标，就是目前的成交量呈现的是量缩。虽然当日的收盘价跌破了这几个重要的技术指标那但是我们会看到它的比较就是缺乏的一个继续下跌的指标呢，就是说没有出现量增。但是我们不排除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下跌，也就是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然后配有大的成交量。那这样一来就说明会有很多的卖盘对在止盈或者叫停损出场。那么这是后续可能会发生的现象。但是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没有补量下跌，那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横盘或者一根休息的 K 线。对，好，那这是我们说的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2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我们预测的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会也是两个方向。那第一个可能我们预测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那收盘价在220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另外一个方向呢，会出现预压回档，预压回档呢会收盘在204附近，这是第一个可能。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反弹，收盘价会在213。
实际在当日收盘价是在197.37出现了下跌，而且我们说是跌破了几个关键的技术指标，就是均线值和前低，那也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下行。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股价的下行。那对于2月22日股价下行，它的目标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2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在这个区域是在190到187这个区域。那2月22日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90附近。那这个区域啊，如果股价后续下行跌破了这个区域，将会建立空头的趋势，股价将会出现继续的下行。好，那么我们在190这个地方啊，我们加一条水平线作为日内的观察。虽然它和187接近，但是我们还是要加一条线。好，那我们会看到这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如果跌破这个目标，那股价将会转为空头趋势，将会进入到一个深度回档的走势。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62，162是1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那么这个位置我们会看到它是这一波起涨的起始 K 线，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信息，就是162是从1月6日开始出现上涨以来，一直到2月16日当日的最高和101，那么162正好是在这一波上涨的50%的成本线。那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啊将是强支撑。但是如果这个强支撑被跌破呢，那我们说股价将会出现就不是深度的回档了，而是会出现下跌下行。对，那么继续向下，它的目标一定是101.81。对，当然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区域啊会有很多的缺口，当然会有很多的支撑位。那其实每一个支撑位啊都可能会成为止跌的理由。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的2个目标，一个是在190到187之间，第一个目标，另外一个就是162。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上行，说目前股价出现了都是指向下的都是股价要下跌的一些技术指标。那么还有没有股价上涨的可能？我们说是有的。那我们说从日 K 线图来说，在一个多头上涨的趋势当中啊，只要没有跌破20日均线值，它仍然会有继续多头的趋势。对，所以我们说股价只要不跌破20日均线值呢，它仍然会有继续多头趋势的可能。好，那我们来看上行，股价上行的目标对于2月22日来说，依然是前面2月16日的 K 线的最高是在217，这是第一个目标。我们说站上217呢，将会继续上涨。当然，在到达217之前，我们会看到会有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10日均线值，还有125日均线值，包括2月2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在209.71，这些位置都是
股价上行的强压力。那么我们在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啊，在2月22日有一个重合的点是在202，我们把这条水平线下移到202作为日内的观察。好，也就是说从202开始向上，是一直到前高209这一个区间内都是强压力。那股价只有说站上了突破这个强压力，才有可能到达217。好，这是第一个目标。那站上217呢，我们说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37，这个我们在前几期视频都提到过。那我们等股价站上217以后呢，我们再来讨论237这个目标。好，那这是股价的上行和下行。那我们总结一下，目前股价是处于在2月13日的最低和2月16日的最高，在这个区间是一个盘整区，目前股价是在这个盘整区。那对于2月22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2个点，一个是202，我们看股价是否能够突破202。那下方我们要关注190，这个是我们要关注股价是否在这个位置能够得到支撑。好，这是我们对股价后续走势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我们之前说过3个操作建议，我们依然依次从头说起。好，第一个操作建议，我们是在1月17日给出的收盘价131有建仓，然后在1月23日收盘价143有加仓，在1月26日收盘价160有加仓，在1月27日收盘价177附近可能会有加仓，在2月1日收盘价181这个地方有加仓。那在接下来的交易日，我们都给出了停利和停损的点位。在2月10日当日 K 线，股价是跌破了我们当日给出的停利。那当日的停利是守5日均线值，跌破5日均线值，那这一波操作已经会有停利出场的。那么继续持有的呢，我们说是守停损，对，那么在当日是188这个位置，那在接下来几个交易日一直会守停损，是没有被出场的。那在2月17日，我们给出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也就是2月21日、2月17日，我们收盘之后给出的停损位，是对于2月21日来说，是在197.5，当日我们给的停利的位置是在208附近，是在这个位置。那我们会看到，在当日这个 K 线根本就不，因为我们都是在收盘、临近收盘或者收盘之后在盘后进行操作，所以呢，当日是不给我们停利的机会的。那收盘价在2月21日是197.37，我们指的是盘中的收盘价。那它跌破了我们给定的
停损的位置。停损的位置我们是守2月1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 197.50， 所以当日的收盘价跌破了我们的停损位。那对于这样一波操作一直有持仓的仓位，在2月21日应该是停损出场。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操作，停损出场。我们再重复说明一下，停损是指停止利润的损失，也就是在这一波操作当中最后一次加仓，或者我们说每一次加仓都是建仓的点位，在最后一次的加仓是在2月1日，那么到了2月21日，我们目前的账户的余额应该是盈利的状态，所以我们要保住利润，实际上我们是要保住不亏损。对，好，这是停损。那这样一波的操作已经结束。好，我们再说第二个建议。我们曾经在2月13日给出了这个不是进场，我们说的是强反弹。这是一根止跌的 K 线，在2月13日收盘价是在194附近，我们说可以进场抢反弹。在这一波操作当中，我们给了仓位管理的信息，也就是抢反弹应该是5%的仓位进场。那止损由于还未获利，所以我们给的是止损位是当日 K 线的最低。那对于这波进场操作呢，有可能是一直没有进场，刚刚入场的，也有可能是在前一个交易日刚刚获利出场的，又在进场抢反弹。对，好，那么到2月14日的收盘价是在209这个位置，这是我们说是可以加仓的，加仓20%，也就是到这个位置已经是25%的仓位了。好，再接下来到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给定的都是叫做止损的位置，因为强反弹进场，在这个地方加仓，直到2月21日，那这样的一个仓位都是没有盈利的，所以在接下来这几个交易日，我们给的都是止损位。对，那在2月17日收盘之后的视频，我们给出的在2月21日是守止损，我们说是守197。那么目前这个股价还没有跌破197，但是它跌破了前低，那目前我们认为也应该是出场。对，那同时我还要补充说明一点，就是还有一个部位是在这个地方没有抢反弹进场，而是直接在2月14日进场的。那在这个地方进场应该是5%的进场，而不是20%。好，那么对于这两个操作呢，在2月21日应该是要止损出场。好，这是第二个操作建议。第三个操作建议是比较牵强的，我们在前一期视频也提过，是在2月17日是可以尝试在2月17日进场抢反弹的。那么2月17日这个收盘价附近进场抢反弹，那一定要设好止损位，是当日 K 线的最低是在197.5。对，那么到了2月21日，我们说收盘价跌破了我们设定的止损位，所以在2月17日抢反弹进场的仓位也应该
止损出场。那也就是说，截止到2月21日收盘之后，我们之前提到的所有的操作，在2月21日要停损或者止损出场。那目前我在做这期节目的现在的时间，应该是美东时间的晚上7点48分。然后目前盘后的价格是196.9，那我们说应该目前都要停损或止损出场。好，这是我们提的操作，然后我们再来看，那么说什么时候？因为在留言区啊，始终会有网友问什么时候可以再进场。那什么时候可以再进场呢？我们就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股价走势来看，如果在2月22日出现止跌的信号 K 线，我们依然是可以进场抢反弹的。在这里我想说明一下，就是进场有2个，一个是进场做多，一个是我们说的进场抢反弹。比如，我想，多说几句，在1月17日当日 K 线，在这个 K 线的收盘价，我们在当期的视频提到的是进场做多。在当期的视频我们没有提抢反弹，是进场做多，是5%，按照我们现在给出的仓位管理。当然也可能会更高，那要依据个人的情况承受的情况来说。那么对，这是进场做多。然后我们在2月13日收盘之后给的操作建议，这个蜻蜓线我们说的是进场抢反弹，这是有区别的。抢反弹应该是快进快出，也就是例如在2月13日我们说的，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看200，也就是在200的时候我就要出场的。但是有的网友的仓位可能会继续看到在盘中是一直上涨的，可能继续持仓，那有可能到接下来交易日如果继续有仓位，那我们又给出了加仓的点位呢，那这就是已经开始要进场做多了。对，所以从这个位置才叫进场做多。好，我们再来举例说2月17日这根 K 线，我们给的是在收盘价是可以进场抢反弹的。进场抢反弹一定是快进快出，我们守的止损位是当日 K 线最低。那我们在当日给出的建议是，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目标是在212附近就要出场的。对，抢的是这个小的反弹。那如果我们可以看盘的话，如果根据盘中的走势说，如果股价是一直是趋于横盘或者向上的，有可能它会继续拿住这个仓位。比如说假如说在2月21日股价收盘过了这个前高，那是可以继续加仓的。如果没有过前高，那么这一波的反弹我会考虑是否获利出场，或者说我们继续持有，等待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再操作。对，所以说我们说的进场抢反弹和这个进场做多是有区别的。进场做多是我们要持有的是不是说到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盘中某个点位我要出场的？不是的。对，进场做多我们是要设好止损位，一直持有，然后准备加仓的。好，这是我们对前面操作的一些补充说明。那接下来这是操作上的建议我们都说完了，接下来我们要说空头。空头在我们的频道当中，我们只讨论空头，但是我们说的这些不是做空的建议。对于空头，目前一定是其实在这根 K 线已经就有空头的仓位了。那在
2月21日一定会有空头的加仓，或者说是空头的建仓。那空头的加仓，我们说在2月21日盘中这个位置是有空头加仓的。那好，我们说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在2月22日，空头的加仓的点位应该是在202到204之间，因为这个区域是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画的202，在这个位置会继续有空头加仓。如果股价反弹到这个位置，那么对，当然，如果是一会儿我们会提到今天的预测的可能，那当然也有可能会是跳空或者说是低开盘，股价继续向下，那依然会有加仓，但通常股价只有在出现反弹的时候呢，空头才会继续加仓。那这一波空头建仓，他们的目标位是什么呢？就是要跌破2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 187.61， 这是空头的第一个目标。那接下来一个目标就是，因为空头会不断加仓，那继续的目标就是162，这是目前空头的2个目标。那么目前空头仓位的回补位呢，我们认为是在209和217这2根 K 线的最高，在这2个部位。所以我们说，股价如果能够有止跌的信号 K 线能够突破这个压力位呢，那我们说到了209，股价一定会继续向上的。对，因为在这个区域会有，如果说突破了各条均线值，那也就是顶住了空头的压力，那到209会有空头回补。当然，重的仓位，空头回补的重的仓位是在217。那一旦这个空头回补的位置，实际上股价如果能突破呢，将会带来一个上涨的走势。好，这是我们说的空头。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2月22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我们说的压力位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是在202到204之间，这是第一个压力位。第二个压力位是前高在210附近，第三个压力位是218，也就是2月1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和上方的200日均线值是在222，也就是第三个压力是在218一直到222。好，下方的支撑，第一个支撑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2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对，是在188到190之间，这是第一个支撑。第二个支撑呢，我们给出是在182这个位置。182呢是2月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这也是一个标志的一个位置。那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啊，它也有可能是一个支撑，但它更多的是标志，也就是跌破它其实是瓦解这2根 K 线定义的趋势。对，所以我们说支撑位应该是182。好，第三个支撑就是162。当然，在这个区间每个点位我们认为都是强支撑。对，好，这是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我们给出2月2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平盘，也就是依然收盘在197附近。如果是这样呢，它有可能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
因为前一根 K 线的最低价和收盘价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只要是低开盘啊，通常有可能就会是跳空的低开。对，然后呢，股价最低下方会到达191，最高上方会到达201，收盘价会收在197附近，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我们要给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股价会出现下跌，如果出现下跌，它将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00，最低下方会到达188.5这个位置。那么收盘价会收在189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在当日必须是跳空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0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呢，我们说股价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跌。然后另外一个方向会出现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其实刚刚第一个可能我们说的平盘啊，也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对，这个第二个这个止跌信号 K 线应该是位置更高一点。对，如果是止跌 K 线，那么它将是一个平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呢，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到达192，在这个位置，上方最高会到达203，收盘会收在201附近。那出现这样的可能，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2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